你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同样是24小时，有的人能做3份事，读2本书，还能抽时间运动，陪家人，而有的人一天到晚喊忙，却到头来连最重要的一件事都没完成？我们常说时间不够，但冷静想一想，时间从来都是平等的，谁都只有24小时。真正拉开差距的是精力。想象一下，你有一台手机，有人用最新电池充一次能撑1天，有人电池老化，出门3小时就得找充电器。人也是一样，电量足的人效率高，创造力强，电量低的人不管多努力，始终在原地打转。我想问你，你现在是满电状态，还是随时快没电？有个很有意思的数据，美国斯坦福大学做过实验，连续熬夜2天的人，认知表现下降程度相当于血液酒精浓度 0.1%。 什么意思？就是你还没喝酒，但你的大脑表现已经等于醉驾，是不是很惊人？所以问题不是我有没有时间，而是我还有没有精力。精力不是一个抽象概念，它其实分成4个层次：身体的体能、情绪的能量、头脑的思维，还有最深层的意志。今天我就带你拆开，告诉你为什么精力才是人生真正的财富。先从最基本的说起，体能。你可能觉得这太普通了，但事实是绝大多数人败在这里。阿伟在外商公司做经理，每天熬夜到2、3点，靠咖啡硬撑。表面上很拼，但他发现自己白天越来越没效率，开会常常卡壳，报告写到一半走神，甚至情绪越来越暴躁。同样部门还有个女同事小云，每天11点睡觉，早起跑步半小时，午休20分钟。她的工作量比别人多，却总能提前交差，而且精神状态永远在线。2个人的差别不在智商，不在运气，而在体能电池。我们来算一笔账，一个成年人如果每天少睡2小时，1周就是14小时，1个月就是60小时。听起来像是赚到时间，对吧？但科学研究显示，长期缺觉的人工作效率下降30%以上。换句话说，你以为自己多了60小时，其实损失了180小时的产出。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越忙越累，最后陷入死循环。那该怎么办？方法很简单，呼吸、饮食、睡眠、运动，这4件事就是体能的4根支柱。呼吸别小看，你现在就可以试试，吸3口，吐6口。吸的时候分3段，吐的时候拉长6段。做1分钟，你的心跳会慢下来，身体从紧绷切换到放松。这就是最便宜的能量补给。饮食不需要什么昂贵补品，只要少糖、少油、多水。很多人下午犯困，其实不是累，而是血糖下降。喝一杯水，走一小段路，比咖啡还管用。睡眠是大脑的清洁工。你以为睡觉是浪费，其实是投资。人在深度睡眠时，大脑会清理废物，把缓存清掉。缺觉的人就像电脑从不关机，越来越卡。每天7到8小时高质量睡眠，再加30分钟午休，效果比你加班硬撑更强。运动是最强的充电器。你以为跑步会让你累，其实规律运动的人体能更好，恢复更快。每天20分钟快走、跳绳、慢跑都能让你电量回升。讲到这里，有人会说，我很忙，哪有空？我想问你，你有没有空刷手机？有没有空和朋友闲聊？如果有空做这些事，你就有空运动。问题不是时间，而是优先顺序。我认识一个企业家，他每天行程排得满满，但中午一定会抽20分钟去健身房跑步。他说，不是因为有空才运动，而是因为运动让他有精力，把剩下的事做得更快。所以记住一句话，体能是一切的底座。没有体能，情绪会崩，思维会乱，
意志也撑不住。刚刚我们讲到，体能是电池的底座。可是你也会发现，有的人身体健康，运动也做，睡眠也够，却依旧做事提不起劲。为什么？答案在于情绪。你回想一下，同样加班到深夜，有人依然满脸笑容，说没关系，我们再拼一把。但有人才过几小时就开始抱怨，为什么总是我？为什么老板这么不讲理？两个人的工作量差不多，但结果天差地别。因为一个人的电池充满了正向情绪，另一个人被负面情绪榨干。有句话我很喜欢，情绪不是结果，而是燃料。什么意思？大多数人觉得，等事情顺利了，我就会开心，等升职了，我就会有动力。但真相是反过来，你先有正向情绪，才能把事情做顺，你先带着能量去行动，结果才会好。那要怎么维持情绪电量？很简单，有3招。第一，主动制造正向情绪。听音乐、运动、读一本喜欢的书，甚至只是散个步。别等事情顺利了再开心，而是要主动找到让自己开心的方式。我认识一个记者，每次采访回来都很疲惫，但他习惯先放一首喜欢的歌，唱2句，再开始写稿。别人看的是浪费时间，他自己说，这5分钟比喝2杯咖啡还管用。第二，和人连结。人是群体动物，孤独的人情绪能量最容易下降。你有没有发现，心情低落的时候，和朋友聊10分钟，整个人就缓过来了？这不是错觉，而是生理机制。研究发现，人际互动能促进多巴胺分泌，让人重新有力量。所以不要把自己关在房间里，以为靠硬撑就能熬过去。你需要的是一张情绪的充电网。第三，练习感恩。听起来很老套，对不对？但它真的有效。每天睡前写下3件值得感恩的小事，比如今天吃了一顿好饭，今天同事帮了我一个忙，今天孩子对我笑了一下。你会发现，情绪开始转变，心态变得柔软。可是有人会问，正向情绪是不是等于盲目乐观？当然不是。情绪管理不是把负面赶走，而是学会迅速恢复。你可以愤怒，可以难过，但不要一直沉下去。心理学上有个概念叫情绪弹性，就是跌倒了多久能爬起来。优秀的人不是没摔倒，而是摔倒后很快就能恢复。讲完情绪，我们再往上走一层，思维。你有没有遇过这种情况？有些人一开会，3分钟就能点出问题的核心，提出解决方案。另一些人讲了半小时，还是绕来绕去，不知道重点是什么。差别不在智商，而在思维精力。思维精力是什么？就是你的头脑能不能保持清晰、专注和创造力。我们常以为脑力是越用越少，但实际上脑力更像肌肉，用得越好，训练得越多，就越强大。我来讲一个有趣的实验。哈佛大学做过研究，让一组学生每天花10分钟冥想，持续8周。结果显示，这组学生的专注力和记忆力提升了30%以上，而且情绪稳定度更高。换句话说，每天10分钟，效果比你多刷2个小时还大。所以，思维精力可以训练，而且训练方法很简单。第一个方法，专注力训练。最简单的方式就是番茄钟，25分钟全力专注，休息5分钟。你会发现，原本要拖3小时的事，可能1小时就完成。因为人脑不是无线的电灯，而是手电筒，光线聚焦的时候才能照亮重点。第二个方法，创造力切换。你有没有发现，灵感常常不是在办公室冒出来，而是在洗澡、散步、打捷运的时候？这是因为大脑在放松状态下，连接会更自由，容易产生新点子。在我们进一步探索之前，
我们有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要告诉大家，我们已经开通会员功能了。现在您可以加入我们的会员大家庭，享受会员专属影片和更多独家内容。别忘了关注才知道，并点击小铃铛，我们将继续揭示更多关于金钱的真相，助你迅速实现财务自由。所以不要硬坐在桌前逼自己，适当切换环境，让大脑换个频道，反而更有效。第3个方法，周期性休息。科学家发现，大脑的最佳工作周期是90到120分钟，超过这个时间，注意力就会下降。所以别傻傻的一坐就是4-5个小时，每隔90分钟起身走走，喝口水，伸展一下。这不是偷懒，而是让大脑重启。我认识一位设计师，以前常常加班到深夜，灵感卡住，怎么也做不出来。后来他换了方法，每天只工作90分钟，就强迫自己休息10分钟，结果灵感反而更稳定，作品效率提升1倍。他笑着说，以前我以为是时间不够，现在我知道是大脑没电。总结一下，体能是电池容量，情绪是电池电压，思维是电池的电路，三者缺一不可。可是你可能会问，就算身体健康，情绪积极，思维清晰，为什么还有人半途而废？答案在最后一层，也是最关键的一层，意志。我们讲到体能、情绪、思维3个层次已经很清楚了，可是你知道吗？就算身体健康，情绪积极，头脑清晰，还是有人走着走着就突然停下来了。为什么？因为缺少最后一块电池，意志精力。意志是什么？它不是机械，不是打气，而是信念和价值观。就像一辆车，体能是油箱，情绪是油门，思维是导航，但如果没有方向盘，再多的燃料也会跑偏。你想想看，有多少人每天忙到半夜，却不知道自己在忙什么？工作几年后回头一望，发现自己只是把日子过完，却没有真正往心里想去的方向前进。这就是意志精力缺乏。有句话很震撼，当你知道为什么而活，你就能忍受任何怎样活。2战时，集中营里最能撑下去的人，不一定是身体最强壮的，而是那些心里有目标的人。他们知道自己还要见家人，还要完成心愿，所以哪怕环境再恶劣，他们也能咬牙活下去。那现实生活中，意志精力怎么培养？有几个方法。第一，找出你的核心价值观。问自己，我最看重的是什么？是家庭？是成长？是自由？还是影响力？写下来，贴在桌上，让它提醒你不要迷失。第二，说到做到。不要小看守信，哪怕是一件小事，坚持完成，它都会一点点积累你的意志力。你有没有发现，长期不兑现承诺的人，往往对自己也没信心？相反，哪怕只是答应自己今天走1万步，只要做到，你的自我效能感就会提升。第三，遇到困难时停一停。很多人一遇到挫折，就要么硬撑，要么放弃。其实最聪明的做法是停下来问，这件事和我的核心价值观一致吗？如果一致，那就咬牙坚持；如果不一致，那就果断放手。因为真正摧毁人的不是难，而是为不值得的事耗尽一生。小莲原本在金融业上班，收入稳定，但每天都觉得空虚。她后来辞职去做社会企业，收入反而下降1半，但她每天都觉得充实，因为这件事和她帮助他人的价值观一致。别人看得很傻，她却笑着说，以前我是在耗电，现在我是被点亮。到这里，4种精力已经讲完，体能、情绪、思维、意志。你可能会问，听起来很有道理，但该怎么开始？第一步，明确目标。写下你最重视的3件事。
想象一下，如果今天是你人生的最后一天，你最想完成什么？有了答案，你就知道该把精力放在哪里。第二步，正视现实。问自己，现在我的精力都花在什么地方？哪些坏习惯正在拖垮我？是不是熬夜刷手机？是不是遇事抱怨？是不是不肯休息？只有正视这些，才有机会改变。第三步，付诸行动。别想着一步登天，每天一个小目标，逐步累积。比如，今晚早点睡30分钟，今天少喝一杯手摇，午休时闭眼10分钟。看起来微不足道，但日积月累，你会惊讶地发现，精力容量一点点被放大。讲到这里，我知道你可能会有点兴奋，但又觉得不踏实。所以我给你一组数据作为提醒。缺乏运动的人，精力衰退速度比正常人快40%。长期睡眠不足的人，罹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增加50%。经常处于负面情绪中的人，平均寿命会缩短7到10年。你看，这不是玄学，而是赤裸裸的数据。精力管理不是要不要，而是你愿不愿意现在开始。让我再总结一下：体能是你做事的底气，情绪是你坚持的燃料，思维是你突破的工具，意志是你走远的方向。四者结合，你才可能真正进入高能模式。到这里，你可能会问，这一切听起来很棒，但我该怎么开始？我给你3个简单的起点。第一，今晚早点睡30分钟。别小看这30分钟，它可能是你改变的第一步。第二，明天工作时是一次90分钟的专注加10分钟的休息。第三，今天睡前写下3件值得感恩的小事。就这3件事，你会发现不一样。有人会说，这样小动作真的有用吗？让我告诉你，真正的改变从来不是一夜之间，而是日积月累。每天1%的提升，1年就是37倍的进步。这不是口号，这是数学。1.01的365次方等于37.8。所以你只要每天比昨天多一点点，精力就会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。讲到这里，你应该能明白为什么有些人能活得更精彩。他们不是天生比别人聪明，也不是时间比别人多，而是他们学会了，身体要补电，情绪要充电，思维要养电，意志要导电，生活要循环。最后，我想留给你一个画面，想象一下，你的人生就是一块电池。如果你总是透支，它会越来越弱，最后提前报废。但如果你懂得管理，它会越来越强，能量持久，照亮自己，也照亮别人。所以，请不要再问我有没有时间，请开始问自己，我还有没有精力？从今天起，让你的精力成为你最大的财富。精力不是天生的，而是可以训练的。你愿意从今晚的30分钟早睡开始吗？如果愿意，你的人生从这一刻就已经不同。关注我，我是才知道，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。